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超级浪漫又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段恋情，更是一段跨越海峡、跨越文化的奇妙际遇。话说，我认识的小王老师，原本是大陆某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教授。2023年冬天，他接到一个为期1个月的台湾教育考察交流项目。说实话，当时的他完全没想到这次考察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。小王还记得自己下飞机的那一刻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台北的冬天哪里像大陆的冬天吗？暖乎乎的，连外套都不用穿得太厚。机场里的工作人员个个都笑容可掬，跟他说话温柔又有耐心，这种感觉让他瞬间觉得浑身舒坦。哇塞，这是他下飞机的第一句感叹。没错，就是这么接地气的台湾腔。交流项目安排他住在台湾某间大学的访问学者公寓，刚到房间，他就被里面的设施震惊了。不仅家具时尚简约，还配备了超高速网络、独立卫浴和小型厨房。这哪里是宿舍吗？简直比我家还舒服。他激动地给国内的同事们发语音。第一天去旁听课堂，小王就被台湾大学的教学模式惊艳到了，跟大陆那种满是填鸭式教学的课堂完全不同。这里的课堂简直像是在开研讨会，学生们不是被动的听讲，而是主动提问，积极讨论。老师更像是引导者和启发者，而非高高在上的知识传授者。课堂氛围轻松又活跃，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老师也会认真倾听并给予建设性的回应。我的天啊，这就是教育的魅力吧！小王在笔记本上狂写感想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台湾的教育似乎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。光是第一天，他就被这种教育氛围深深震撼。跟大陆的应试教育相比，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。学生们不再被分数和考试支配，而是真正享受学习的过程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王逐渐融入台湾大学生的日常生活。他发现这里的学生真的太与众不同了。社团活动丰富多彩，学生不仅学习认真，课余生活也特别精彩。有人组织摄影社，有人搞音乐创作，还有人专门研究咖啡文化。每个人看起来都充满活力和理想，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快乐。我的妈呀，这哪里是在读书，分明是在追求梦想吗？小王越来越喜欢这里的氛围，他开始思考自己是否也应该重新定义教育的 meaning。小王的台湾之行在第2周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，这一切要从一次偶然的社团活动说起。那天是周5下午，学校的人文社团正在举办一个跨文化交流分享会。作为访问学者，小王被邀请做了一个关于两岸教育差异的演讲。他准备充分，语言生动，现场反响热烈。演讲结束后，一个高大帅气的年轻男生主动走到他面前：“老师，您的演讲真的很棒。”他用温和又略带腼腆的语气说道。这个男生名叫阿信，是学校中文系的研究生。阿信对两岸文化交流特别感兴趣，他的父亲是台湾退役军人，母亲是大陆福建籍，所以从小就对两岸文化怀有独特的情感和理解。第一次见面，两人就在校园里的咖啡馆聊得格外投机。阿信不仅专业水平很高，对教育改革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小王惊讶地发现，眼前这个年轻人思维开放，见解犀利，完全颠覆了他对年轻一代的刻板印象。我真的是越听越觉得阿信简直不像是一个研究生，更像是一个资深教育专家。小王后来跟我分享时，眼里还闪烁着惊艳的光芒。他们聊了很多教育体系的变革、文化认同、两岸青年的思考方式。阿信幽默风趣，时不时蹦出几句台湾网络流行语，把严肃的学术话题聊得生动有趣。比如讨论教育改革时，阿信突然来了一句：“老师，这个话题我可以狂飙一波”，把小王逗得前仰后合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信主动带小王参观台湾各个角落，从北投温泉到台东海边，从传统市场到文创园区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。小王惊讶地发现，阿信对大陆文化有着极其深入的了解。
他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还能准确把握两岸文化的微妙差异。这种跨文化的敏感度让小王越来越着迷。阿信真的是太与众不同了。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：他不是那种简单追求两岸和解的理想主义者，而是真正懂得尊重差异、追求理解的知识分子。渐渐的，两人之间的感情悄然升温，原本只是学术交流的关系，慢慢变得亲密起来。阿信对小王的智慧和热情越来越着迷，小王也被阿信的成熟稳重所吸引。小王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来台湾交流学习的，谁能想到竟然遇到了人生的转折点。阿信就像是上天精心安排的惊喜，彻底颠覆了他对爱情的想象。第一次正式约会，阿信选了台北市郊一家超有特色的老眷村咖啡馆，这里曾经是军眷宿舍，现在改造成文创空间，墙上挂满了老照片和复古装饰。老师，我们来吃些台湾小吃怎么样？阿信笑眯眯地问他，他点了几样经典小吃，麻薯、肉圆、牛肉面。小王惊讶地发现，阿信竟然对每样小吃都了如指掌，仿佛是美食研究专家。这家麻薯可是台北最有名的。阿信得意地介绍，麻薯的软糯和馅料的咸香完美融合，绝对是不可错过的美味。小王听得入迷，阿信侃侃而谈的样子，哪里还有一点研究生的青涩，简直像个美食博主。在咖啡馆里，他们聊得越来越投机。阿信对两岸文化的理解让小王为之折服。他不是简单的谈论差异，而是用智慧和同理心去看待文化的多元性。文化不是用来划分界限的，而是用来相互理解、包容的。阿信的话让小王深受触动。他们聊教育改革，聊文化认同，聊社会发展。阿信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侃侃而谈，兼透着对未来的憧憬。小王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阿信的魅力所吸引，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年轻人的欣赏，更是一种灵魂的共鸣。第一次约会结束后，阿信执意要送小王回住处。台北的夜晚凉爽宜人，两人漫步在灯火通明的街头。突然，阿信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小王。小王老师，我知道这个时机可能有点突然，但我想跟你说实话。阿信的声音，这1个月的相处，我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你了。小王愣住了，他原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来交流的学者，哪里想到会遇到如此浪漫的告白。阿信继续说道，我知道我们年龄差距有点大，但我真的觉得你是我这辈子最想遇到的人。告白之后，小王和阿信的感情并非一帆风顺，两人都清楚，跨海恋情意味着巨大的挑战。小王回到大陆后，第一时间就遇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。他的父母是传统知识分子，对两岸关系一直保持谨慎态度。你怎么能和一个台湾人谈恋爱？小王的父亲当场拍桌子，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阿信那边的家庭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的父亲虽然是退役军人，但对两岸关系同样持谨慎态度。你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。阿信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，但阿信和小王都不是轻易认输的人，他们开始用行动来证明，爱情可以超越地域和文化的局限。感谢现代科技，让异地恋不再那么艰难。每天晚上，两人都会准时视频。阿信总是会提前准备一些有趣的话题，让小王笑得前仰后合。今天我跟你讲个笑话哦。阿信会用调皮的语气说，听说大陆有个公司招聘，要求应聘者会2种语言，中文和代码。哈哈，程序员的笑话你懂吗？小王虽然听不太懂，但阿信的笑声总能感染他。两人开始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。阿信开始系统性学习大陆的教育政策，小王则深入了解台湾的社会文化。我们之间的差异，恰恰是小王被他的智慧和包容深深打动。阿信不是一个把两岸问题简单化的人，而是真用力想要去理解、去沟通。渐渐的，双方父母的态度开始软化。当他们看到2个年轻人如此真诚、成熟地面对感情时，心中的成见也在慢慢消融。阿信的父亲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，能找到一个真心相爱、互相尊重的伴侣比什么都重要。小王的母亲也悄悄告诉他，我看得出来，
阿信是真的很疼你。2024年夏天，小王和阿信的婚礼如期举行。这场婚礼注定与众不同，不仅仅是一场结婚典礼，更是两种文化的完美融合。婚礼选在台北近郊一个风景优美的庄园，场地布置融合了大陆和台湾的特色元素，红色的喜庆与台湾特有的文创风格完美结合。小王穿着一袭定制的旗袍婚纱，阿信则身着量身定做的伴郎服。两人的造型既传统又时尚，完美诠释了文化的交融。我们的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种文化的拥抱。阿信在誓言中如此说道。婚后，小王正式来到台湾生活，阿信帮他处理了所有繁琐的移民手续，让他能够安心地开始新生活。他们选择住在台北市区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社区，小区里有咖啡馆、书店、文创空间，俨然是知识分子的天堂。小王惊喜地发现，这里的生活节奏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。哇塞，这是他最常挂在嘴边的感叹词。台湾的生活简直太舒服了。阿信帮小王联系了台湾一所大学的教职，他如愿成为了跨文化教育研究的讲师。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推动两岸教育的真正交流。小王骄傲地告诉我，2年后，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，小家伙取名叫月轩，寓意跨越海峡，展翅高飞。阿信和小王都决定要用最开放、包容的方式培养孩子。他们相信，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，而是启发；不是划分，而是包容。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明白，文化的边界是可以被理解和超越的，这是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浪漫？爱情啊，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。跨越地域、跨越文化的爱情，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。小王和阿信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爱情，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细水长流；不是激情澎湃，而是相互理解。感谢大家收听我的故事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下期再见。